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陆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Told 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hoa,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飞哥好，两位老师好，台上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吴元新，我是来自杭州的，我是一个新疆人。新疆人生活在杭州。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吴元新。吴元新。职业呢？我是一名旅游体验师。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能够和对方一起练习英文口语。对。台上英文很好的女生举手看一看。就他一个英语好的啊。好，16号来。男嘉宾好。你好。因为我们公司很多客户都是东南亚，因为我们在东南亚的市场，所以说很多国内和国外的沟通都需要用英文。后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那正好可以学习一下。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件事儿？你是带外国团的吗？其实我的英语口语也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共同进步、共同成长。11号。我是一名空乘，然后平时我都会练习英文口语，因为可能在航班上经常会遇到外籍的旅客，所以这个我应该是可以一起练习。好的，好的，因为我的工作嘛，也经常坐飞机。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邀请我参加跟水相关的一切活动。15号。男嘉宾，那我想问一下，那你洗澡怎么办呢？对呀。这也是属于抬杠冠军啊。洗澡还是正常洗，没关系。淋浴可以，就不能泡着。是这样，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院子里面有一个水池，然后不小心掉下去，就呛了很久的水。但是当时很小嘛，就整个人躺在里面，就一直在呛水，就留下了比较深的心理阴影。7号。男嘉宾你好，你知道在地球上有71%的是海洋吗？我知道。你作为旅游体验师，如果你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的话，你会失去71%的新奇体验。你就挣了29%的钱也够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行很多都是在陆地上，在海洋上的话，主要还是保证安全。
像海洋上的一些娱乐的活动的话，还是可以参加的。但是如果我去游泳啊、潜水啊，我是比较拒绝的。那太可惜了，不能跟你一起出去玩了。21号。男嘉宾您好，就是我可以教您一下，就如果你不是怕水吗？你下一次可以身上就是带个游泳圈。就是我小时候学过游泳，然后就呛了，然后我就不学了，但是我还是挺喜欢水的，我就带着游泳圈，我觉得很安全。我会尝试，之前试过之后，感觉整个人都翻了过去。像乌龟壳砰翻过来了。好看片子吧。有的人一直在路上，穿越过林海雪原，感受四季繁花，追逐美景就是我的工作。我是吴元新，一名旅游体验师。从小梦想环游世界，2年前发现职业旅行竟然也能成为工作，整理背包，收拾行囊，我踏上了成为旅游体验师的道路。和导游不同，旅游体验师自由度更高，带队旅行的同时，自己也是体验者，会根据客户的需求策划不同的主题。在无锡的拈花湾，我们去到寺庙里面去，真正的把手机交出去；去大草原会去学习骑马这样的一个技能。像在中卫的沙漠，然后在三亚都有不同厂牌的一个电音节。因为自己职业的缘故，自然就成为了朋友圈里的旅行指南。春天可以去西双版纳，冬天我们可以去黑龙江伊春。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杭州森博乐园，相信没有小孩能够拒绝游乐场的诱惑吧。希望我这个行走的旅游指南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很爱吃，并且食量很大，是彻彻底底的光盘行动践行者，并且在光盘这件事情上，我自己毫无包袱。不仅自己光盘，还会劝说周围的朋友也这样。如果朋友实在吃不下了，我还会直接帮他们一起光盘，有意识的去跟朋友会提到这样，就是尽量的让他们也避免浪费这样。自己想事情比较简单，经常是好心的开始，尴尬的收尾。身边的朋友和对象吵架，自己也会一起同仇敌忾，蛮过分的，这种人不要也罢。结果人家过一会儿就和好了。所以说啊，这古话说得好，劝和不劝分，狠话说得太急呢，最后尴尬的就只有我自己了。你管好你自己吧。元新，你啥时候能有女朋友呀？我也好想谈恋爱呀。你们想去哪儿玩可以咨询他，这专业的。3号。大家好，我是新上场的3号，叫肖宁宁，我来自南京啊，是一名动画设计师。我有2个爱好，可能都跟你比较相悖。我夏天喜欢去潜水，冬天喜欢水的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滑雪。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的工作是旅行达人，然后旅行体验官这样子，比如说你的女朋友也希望跟你一起去旅行，可能去过你已经去过的地方，这种情况你怎么去平衡呢？这个我觉得其实没关系，因为我对旅行的看法就是同样的地方跟不同的人去会有不同的感受，就算去很多次也没有关系。哇哦！8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然后在新疆的昌吉住过半年。哇！我也很喜欢吃那儿的皮牙子，你知道是什么吧？知道。对，那皮牙子就是维语洋葱的意思。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也是作为新疆人嘛？那如果外地的朋友来到了新疆的话，你会给他制定一个怎样的旅行计划呢？就是看他的自己的时间的规划，比如说可以去到南疆或者是北疆。像北疆的话，大部分是体验一下我们的北国的风光嘛。然后如果是南疆的话，就可以深入喀什、老城一带去了解，新疆当地的一些风俗人情。这主要是还是看我的朋友们个人的兴趣爱好。谢谢你。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那像我们这样子不跟团出去自由行的话，我们怎么去选择当地有特色的景点，或者说怎么选择当地的特色美食和特色酒店呢？
我觉得最好的话就是，可以去问一下当地的朋友，然后多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然后再去体验当地的美食、当地的那个旅行，或者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我。比如说，我想咨询一下，冬天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冬天去三亚啊，海南暖和吗？那除了那边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呢？冬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大家能够去到东北吉林松花湖那边去滑雪，然后或者是到新疆的喀纳斯那边的将军山。喀纳斯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所以那边的山是非常自然，也是非常壮阔的。这是喀纳斯，禾木，禾木乡。那禾木就是我听了好多人推荐，特别美。对，禾木的一年四季都是风景如画的，每一个季度都是有不同的感觉，都像是一幅油画。这是哪里啊？这个应该是川西吧，川西的鱼子溪，在10月份、11月份自驾去那边，就能够有幸运的话，就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好，看下一条。音乐于我而言不止调味生活，一如我的2段感情。第一段感情叫耗尽，有过甜蜜时光，但对双方来说又都是一种消耗，不如尽早收场。恋爱中，凡是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只能是正确的。怎么不救我呀？哎，我刚才不是来救你了吗？这不是来不及吗？哪有啊？游戏里面你都不救我，还指望现实生活中你救我吗？把你手机给我。哎，你怎么把我领导也给删了？你都有女朋友了，还和其他女生聊天？但那是我领导啊。领导就不是女生吗？说的也是哦。哎，不对，就这样，他总是站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高度来和我说话，先是一个白眼，然后我说的就是对的，你干嘛不听？哎，有一段时间是在一起工作嘛，然后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被我们的领班批评了，当时我就去安慰他，这次吸取教训，下次改正就好了。我又没错，你说我干嘛？我的爱也在这一次次的道歉中消耗殆尽，最终选择了结束这段感情。第2段感情，它像风一样来，却又无处寻觅。我只懂得了开始，却没懂得如何告别。我们在旅途中相识，互生好感。旅行结束后的我们回到了各自的城市，开始了异地交往。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单向输出，发出的任何消息都没有回应，只等来了他的分手短信。在他长时间没有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就自己会想很多嘛，就是会想他会不会在忙啊，或者是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比较担心嘛。但是后来可能就是感情淡了吧。在未来的感情生活里，我希望都能有一个完整的仪式感。开始时我们要有一个正式的表白，结束时我们也可以坐下来体面的吃一顿散伙饭。我希望能遇到和我兴趣一致的女生，成为彼此人生里最好的风景。领导就不是女生了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啊。对，你跟他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其实这段感情还蛮久的，是可能有个2年了吧。2年。对。你和他分手了之后的那几天，你最强烈的感受是？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又想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不舍。对。你如果感觉不舍多一些，那这个分手可能不一定那么正确。如果感觉到如释重负，那你这个结束一定是正确的。23号。
男嘉宾你好，第一段你好感情你说女生管你很严，是不是你没有给到女生足够的安全感，她才会这样？我是很知道他特别需要安全感嘛，因为他的家庭也是一个离异的家庭嘛，所以我就一天24小时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一起。我自己几乎是没有什么个人空间，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我在迁就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14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看您还是一个比较随和的性格啊，就挺柔弱的。那你对以后另一半的要求有没有？就是性格方面不要太强势啊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磨合适中就好，也不是特别极端，最好两个人是旗鼓相当吧。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走得更长久。方娟。你好，男嘉宾，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刚刚你说你在第一段感情中，就是类似于基本都是你在谦让，对吧？然后我想问你，这种谦让是就是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还是说其实内心是不愿意的，只是表面上去谦让这种？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方娟。你好，男嘉宾，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刚刚你说你在第一段感情中，就是类似于基本都是你在谦让，对吧？然后我想问你，这种谦让是就是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还是说其实内心是不愿意的，只是表面上去谦让这种？我确实是发自真心的，而且并不是因为说她是我的女朋友，我碍于情面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这样的。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这一段感情是谈了多久呢？差不多有2年吧。就中间一直是你在包容他的一个状态，然后女生一直这么任性。是的。就是有一个点我有点不太理解啊，是什么促使你愿意在这段感情中一直不断的去包容他？他身上有没有你觉得能吸引你的点呢？还是说你觉得哎，这是我男朋友的责任，我作为男朋友我就是该包容他？可能是你说的后者吧。我觉得作为男朋友的话，我会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包容、去理解。你一直都这么包容他的任性吗？刚你说这个一结束，施展灯灭了。哎，原因有没有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句话听完了这么多人灭灯？11号愿意回答一下吗？我觉得就是无底线的包容并不是爱。对呀。来，方娟为什么灭灯？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在恋爱的过程中，如果你一直就是谦让着什么都不说的话，其实你是不能够让他成长的。你对他一些不足其实是可以指正出来的，这样他也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的，学到了。哎，我们再回到刚才，他说学到了，你告诉我学到了什么？之前的那一段感情，其实我个人学到的就是，不管是女朋友还是跟朋友的交往当中都好，我要学会建立自己的一个边界感，不能无底线的去退让。因为我之前也不是没有跟他提过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没有得到他的批准。对。我觉得好的关系它不是单方面的付出的，如果你不断的去理解他，而对方却不愿意改变，就是一味的你要对他的这种付出，那些人就会把你的能量耗干。那我相信，如果说男嘉宾来到台上，他没有结婚，他来找对象的，他曾经有过的那段关系一定是不愉快的关系。如果他在那个关系里面做的那么好，或者对方都那么好的话，他就不会来到这儿了。
所以就是说他经历过那些，那经历过那些一定要去找他身上的错吗？也不一定。所以我就想也是对男嘉宾表示一些理解。好，谢谢。我有个小建议可以提供给男嘉宾，因为能听出来你的前女友是一个强操纵型的人格，然后你深受其苦，然后到现在你意识得到就是有一些地方不对，但你好像没有清晰的意识到该怎么去改变，然后可以避免。你知道强操纵性人格往往特容易遇到一个强依赖型人格，你知道他为什么当初成为你的女朋友，背后也有某种必然性，就是他给了你安定感。当你特别犹豫彷徨，当你不确定，当你想要一个依赖的安全的时候，他的那种笃定、直率、坚定，其实能满足你的情绪价值，所以你才愿意不断的让渡，来满足他无理取闹那种操纵性的价值。就像刚才在跟女嘉宾沟通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你不要找个强势的，你看你这样找个强势要被欺负成什么样？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性格当中好像天然的流露出某种易于激发人的欺负感的一些特性？我给你一个最小的建议，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你从自我坚定开始，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保持生活当中跟这种强操纵性人格的距离。下一次如果朋友之间在聚会，或者有一个你很心仪的对象问你出去吃什么，你的本能或者下意识就会说都可以，随便，你想吃什么我就跟你去吃呗。你说不，你换一个说一遍，听听看。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呢？我想吃牛排，你呢？明白这个意思？坚定地表达你的喜爱好，然后再来倾听他，然后来看能不能找。从每一步的坚定开始，你只有把自我的坚定完善了，你才能下意识地跟这一类人开始距离越拉越远。否则你信不信？如果这一点不改，你还是会吸引到这样一个女生。好的，谢谢。好在他结束了之后还感觉到如释重负了，这还可以。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关于陈明老师给我的建议，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所以在将来的感情生活当中，我也不会无底线的去包容，会坚定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希望未来的你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事业，有自己的爱好，能够跟我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有请下一位男嘉宾。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飞哥晚上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晚上好，我叫魏全汉，今年28岁，来自宁波。魏全汉，欢迎。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你不要嫌弃我有点挑食。到什么程度呢？挑食。我呢，只要是海鲜、河鲜，一律都不吃。水里的东西呢，我吃海苔、海带、海草。哦，这也没什么毛病啊。陈意涵。男嘉宾您好，就其实我也挺挑食的，我是就是一点点葱我都不吃。然后我那个肥肉一点点都不吃，就是因为有一个那个梅干菜扣肉，我每次吃的时候我都把那个瘦肉吃得非常干净。你跟我有一个点有点像吧？我其实小时候不吃什么洋葱啊、葱之类的，然后呢，肥肉我也不太吃，一般只吃那个瘦肉。你们俩要是出去跟朋友聚餐，会不会被人打在桌上？4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非常爱吃海鲜的，那别人和你出去，我们点你不爱吃的东西，这种你可以接受吗？哦，这个我完全能接受的，只要你们别强迫我去吃就可以了。这个可以，这不干涉别人嘛。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生气的时候带着比较剧烈的表情。
你能不能学一下你前女友剧烈的表情？让我想想哦。你怎么这个样子呀？不开心的。这个表情没有看到太剧烈，莫名的可爱。有没有哪个女生觉得自己生气的时候表情比较狰狞？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他们都不是，或者说他们都不承认。来，2号。男嘉宾你好，我就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你说你前女友跟你吵架的时候啊，表情非常的狰狞，那她是性格就是比较暴躁的，还是说她是被你气得没有办法了？因为很多时候男生跟女生吵架嘛，女生越吵越气，就是因为她觉得说了你又不听，听了你又不懂，懂了你又不做，做了你又不改，她就越憋越火。其实说实话可能也是他从小就被父母养的就这样习惯了，就他做了任何动作啊、表情啊，父母都说好，可以，没关系的。所以到他长大还是那个样子。就是性格原因是吧？对，是的。所以他说的那个不是生气时带着剧烈表情，是你不喜欢那个女生太任性了，是吗？对，我是希望女方呢尽量别太任性，有些事情嘛，那可以好好沟通的，有什么不对的，我们可以双方都一起来讨论起来，然后一起解决，这样。好了，看片子。你好，今天我们就要拍摄你的短片啦。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什么？这是我已经准备的拍摄方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这样拍。我是魏全汉，来自印度尼西亚，2012年来到中国求学致敬，精通中、英、韩、印尼、马来语5门语言。目前在宁波创办自己的公司，主要负责当地外商的翻译工作。其实之前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差，也因为这个事情而感到自卑，但在高一的一次历史考试考得特别好，尝到成绩好的甜头，就有了学习的动力。从那之后一路逆袭，摇身一变成学霸了。那后面拍什么呢？当然可以讲讲我助人为乐的事情。你看，我都提前把稿子给你写好了呢。大学期间因为语言好，会经常帮助周围的同学做语言练习，帮中国同学学外语，帮外国同学学中文。每次和朋友出门呢，我肯定会带很大的包，里面有纸杯、雨伞，还有一次性雨衣，里面还有个救生锤，因为想想万一有人需要呢。我认为助人为乐是我的人生使命。好了，我觉得助人为乐说到这里就够了。剩下的你在现场好好和大家说说。我也觉得。那要不再聊聊我的共享生活？现在的我住用共享空间办公，喜欢骑车，每天会骑20分钟的共享单车。为了重拾童年的梦想，会找共享钢琴练习。我觉得共享的生活是对资源的最大利用，我也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现场的女嘉宾们，你们对我的自我介绍方案还满意吗？如果你们还想多了解我其他方面，可以尽情对我提问哦。你们家当是什么年代去的印尼？其实是我爷爷祖籍是福建漳州，他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1940年左右吧，去印尼的。然后后来呢，就像我爸爸妈妈还有我自己都是在印尼土生土长的。2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说你会几种语言对吗？对，印尼语、英语、中文、韩文还有马来语。那个我想听你用这几种语言说我爱你怎么说呀？说一个紧张，说一个用马来语先来一下。马来语
Aku cinta kamu。Aku cinta kamu。印尼语啊，印尼语。Aku suka kamu。也是嘎木哈。没什么区别。对，比较像的啊。还有什么呢？然后那个中文那就是直接讲喽。我随你哦。你不用看我。爱你喽，爱你喽。哦。糟糕，眼神躲不掉，想说就像我逃跑，我与你就好像彗星与地。4号。你好，男嘉宾。然后我是会说中文、英语，然后我最近有在学法语。但是我知道你如果想要入门学一个新的语言还是蛮难的。那你学了5门语言，你有什么特别好的那种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呢？可以，我觉得为了学一些语言，最好就是能直接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我以前来到中国的时候，真的是一点中文都不会，所以就从零开始学，每天去接触这些语言，这样。生活了几年在宁波？大概8年多了。宁波话学会了吗？宁波菜很好吃，尤其是宁波汤团。汤圆，对，宁波的汤圆我觉得我很喜欢，里面有那个芝麻馅儿的，很好吃。哇！哎呦，这那个是青团是吧？对，青团就是好像清明节的时候会吃的，也是很好吃。右边那个有芋奶羹，这个也很好吃。有些地方呢，如果做的很好吃的话，真的挺香的，真香。助人为乐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助人为乐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我们多给社会创造一些价值吧。这些照片呢，就是以前就跟几个学校里面的同学一起去给清洁工做一些那个爱心小吃，这样然后送给他们，就很开心。哇！然后这些就是我之前做的一些献血，目前为止已经献了超过8000毫升吧，在中国。哦，全都是真好。然后这些呢是之前也经常给外面做一些公益性的英语角，这样的帮大家一起来学一下英语这样子。然后这就是我们在当地宁波那边举办的一些活动。3号。大家好，我是李伟，来自南京，我是一名服装设计师。然后我感觉男嘉宾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人，我就想问问你，觉得你在恋爱中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浪漫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是表白的时候吧，就是谈的第2段恋爱。他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里面的阅读楼，他在值班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就马上就给他表白。可能目前想到的就是这个。你刚才你说爱他，他现在听了火很大。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在 VCR 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你跟朋友一起出门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在背包里面放救生锤？因为我是一个危机感比较强的人吧，我会觉得，万一呢？万一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就比如说有一些车子进到水里面，那我可以马上把它拿出来砸玻璃，然后大家都活着出去，那我觉得会比较放心一点吧。但是当然带这些东西也希望不会用得到。你这一点跟我还蛮像的，就是我们现在家里面都有物业给我们发的那种灭火器，但是我自己还网购了一个救生绳在家里放着。你家住几楼？2楼。好，看下一条。你对你的情感经历有什么想法吗？情感经历的话，要不我们聊聊我对爱情的3个感受吧。1，谈恋爱不能变成做任务。我的初恋是一段异国恋，长时间无法见面，
让我们之间的聊天逐渐只有吃了吗？睡了吗？日常的聊天变成打卡任务，让我完全感受不到恋爱的甜蜜。于是我提出了分手。2，再坚持一下，表白就会成功。大学期间，我在演讲俱乐部认识了她，她是一个温和爱笑的女孩，但我向她表白时，她哭着拒绝了我。执着的我不愿放弃，一边安慰一边说服。我和你前任不同，我会对你好的，相信我。2-3个小时后，她居然答应了我的表白。但后来因为读研初期的我非常忙碌，16门课和爱情，我一时间无法平衡，这让她觉得我不在意她了，于是她屏蔽了我所有联系方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3，决定放弃只需要一个瞬间。毕业后，我认识了一个做律师的女生，在斗嘴互怼中，我们就恋爱了。她特别擅长表达爱意，这让我们一开始的相处非常甜蜜。但慢慢我发现，她的性格很冲动，听不进解释，喜欢扔东西。有一次我看到她脾气如此暴躁的把自己的包在她妈妈面前给摔下去，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重的人，有必要跟她继续相处下去吗？这一瞬间让我结束这段3年的感情。我是一个做决定前会慎重考虑的人，我会考虑你是否和我一样期待一份长久稳定的感情。理想中的你一定是个爱笑又乐观的女生，会用爱让彼此变成更好的人。平均，大家好，我叫平均，我是18号。我来自江苏南京，目前的工作是销售主管。男嘉宾，从刚才的短片中，我看到你的每一段恋爱经历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分手了。我想问的是，你在分手之前有没有尝试过去解决呢？有的，就比如说第2段感情里面，他把我所有联系方式给屏蔽，我会先尝试。就比如说从微博上面就找到了嘛，他的妹妹这样子。后来也已经努力了，实在联系不上，然后他也已经决定放弃了。那我想，好，那我可以放下。好的，谢谢。5号。男嘉宾你好，我是5号，我叫王芳颖，来自广州。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如果你的女朋友出现了这种，就是她情绪很不稳定、很生气，那你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是会看实际情况哦，但是一般来说，我会先沉默，等她生气完了，情绪还可以了哦，可以好像她能听得进去一些东西了，那我就会尝试跟她沟通这个事情。那你会去跟她讲一些道理或者怎样吗？如果跟女生讲道理，这是错的啊。他倒什么都明白。13号。男嘉宾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 VCR 里面你刚才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的前女友因为对自己父母的不尊重，导致你觉得就是这段感情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和你有相同类似的经历吧。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自己的起床气非常严重。假设是他父母把他叫起床，他就会很暴躁、很凶，甚至说摔东西去表达自己的不满。通过这件小事，我就觉得是不可以幸福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和他分手一个很致命的因素吧。所以我很理解你。1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是比较喜欢那种性格比较急的，还是很温柔的女生呢？我觉得如果偶尔这样性格稍微急一点也还行，也能接受。但是就尽量不要每天好像要这个闹啊那个闹，可能我就没法接受了这样子。性子急和脾气暴躁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儿。
最后一个问题，23号。男嘉宾你好，通过你出门要带一个安全包，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那么我想问你，生活中是不是特别在意女方的细节呢？对，这个也有可能，就也其实看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哦，可能有的也还好，也能容忍这样的，也不是说哦你一定要完美到哪里去，因为世界上真的没有完美的人。你对这个回答不满意的点在于？第一句他说了不能容忍，就是他的本能反应。我觉得他可能很喜欢那种比较细心的女生。我觉得大大咧咧这个事情也是可以靠沟通，我们一起去找到比较适合双方的一个相处模式吧。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句话，没有完美的人，那我们尽量多包容吧。好，很遗憾，等得面完。还有个事情哦，其实我今天晚上很开心能来到这个舞台上，因为8年前我在韩国交换的时候，我的室友他告诉我，哎，全汉，你看有这个节目，我觉得很适合你上。然后我看了一眼，诶，这个节目好像蛮不错的，所以我说，等我中文好，我一定要上这个节目。终于来了，终于来了，真的不遗憾。那个电影台词怎么说的？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好的，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谢谢大家。台上有一些女嘉宾呢会提到，好像你应该是比较浪漫的人。我觉得我的浪漫不一定是要在每一个节日里面给你准备这个那个，而是在你不太注意的情况下，会给你做一些小惊喜，让你觉得哇哦，这个男孩子还不错哎，挺在意我的。我觉得挺遗憾的。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他的中文已经好到你其实并不觉得交流没有问题，交流肯定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所接收到的大家的问题跟他的表述，更多还是在信息的层面，我们感受不到背后的他的对很多弦外之音的情绪体察。对，我会感觉他一直想做正确的人，正确的事情。是的，就是他那个对错观非常非常的强烈，但是达到情感交流的那个过程，好像一直都有一点点障碍。就是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跟从小的教育背景或者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刚才遇到的一个症结是情绪管理的问题，女生其实在里面都有一种担忧，我们如果情绪比较暴躁，你要怎么办？她就愣住了，好像是觉得这是你的事情。你应该把自己情绪管理好。那如果你的情绪管理不好，就你把它管理好就好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该怎么哄你？所以一问到这里他就卡住了。他有这样一个清晰的边界感。所以刚才这是一种其实有文化背景的差异，当然是不是有一定的语言差距或者性格差别，可能都有。我们觉得谈恋爱当中一定有一课叫我生气了你怎么哄我，所有的女生标配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我们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他那儿这好像是个问题。我们祝他找到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飞哥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李泽新，来自山西太原，今年23岁。
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另一半可以接受我听歌的品味。你听歌是什么品味？有点老的品味。到了什么程度？草原歌曲吗？比如来说，就是现在的小年轻喜欢什么 rapper， 我有点整不来，我就喜欢那种1000个伤心的理由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歌。哦，之前有一个说法说70后跟80后进 KTV 点的歌单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80后跟90后进 KTV 点的歌单就高度重合了，90后跟00后点的歌单80%以上也是重合的。就70后跟他们不一样。对，60、70跟80有一个巨大的断档。2号。男嘉宾你好，你就经常听老歌的话，那你唱歌怎么样？能给我们唱2首吗？对呀。行，但是提前说好了，我唱歌是真的不好听。我们就喜欢听唱的不好听的。那太好了。来了啊，就我刚刚说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哎，副歌来了，他不唱了。及时止损，再唱下去就该露馅了。你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另一半老宅在家，不爱运动。喜欢宅在家里的，我估计1/3得有。来举手看看，喜欢宅在家里边的。你看看，1/3吧。13号，你愿意跟男朋友？他说我不喜欢你宅在家里，喜欢经常出去，你觉得 OK 吗？我觉得平时工作挺累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晚上到家之后呢，我就不希望说让我再换件衣服下去陪他跑步了。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出去走一走的人，就喜欢出去河边走走步、跑跑步，或者是闲下来之后喜欢去滑雪。那我在家等你，你出去。哦呦，好浪漫哦！他这一惊一乍的也是，我找不着点儿。哦呦，叫他出去浪，他在家慢慢等，浪漫了。10号。男嘉宾你好，我不爱运动，但是我夏天喜欢去潜水，冬天的时候跟你一样喜欢滑雪。就除此之外，我更喜欢就是宅在家里面打游戏。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就是这种时而疯癫，然后时而又很安静的这种性格？我觉得也还可以。要是如果一直是在外面疯跑的一个状态，谁也吃不消的。然后我还想问你，你经常去的雪场是哪一个啊？我就在我们本地。山西太原。哦，太原，我还没有去过，有机会可以去一下。有机会可以来，请你滑雪。啊，谢谢，我可以教你滑雪。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水平，那就是你滑得很好了，是吧？我过于自信了。那你现在就是你是滑单板还是双板？单板。单板你是哪个方向？是客滑、平滑还是公园？往地下滑。往地下滑。还能往天上滑呀？反正这个技术不是重要的，主要是滑雪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帅。我现在有自信说我可以教你了。那我太需要你的教了。23号。男嘉宾您好，我和你一样啊，特别喜欢运动，然后不喜欢宅家。
但是我运动的时候喜欢听 DJ 的音乐，然后会非常的动感有力量。然后你运动的时候也会听1000个伤心的理由吗？会，因为我感觉划开的时候，太帅了，必须要有一种emo的歌曲。好，来看片子。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你会选哪一个？我选择好看的灵魂。我叫李泽鑫，一家物业公司经理。身高187，曾经体重200斤的我是篮球场上的巨无霸，但这个体重根本没有女生为我欢呼。哎，决心减肥的我，第一步就给自己起了个帅帅的名字，李帅。接下来呢，就是坚持锻炼，控制饮食，2个月暴瘦65斤，解除颜值封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说我是名副其实的李帅本帅。小时候有不同的才艺摆在我面前，但这都不符合我吵闹的性格。直到我遇见了他，我这一造就造了6年，考上了架子鼓8级。瞧我这节奏感！这些年短视频火了，我没事也会拍一些搞笑的短视频，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正在看我短视频的你，要和我一起合拍吗？7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特别喜欢拍短视频，但我拍的是运动类的视频，就比如说你想说，被自己帅醒，然后你滑雪的话，可能别人看不见是你，但是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玩冲浪，冲浪的话就可以秀身材、秀腹肌，然后秀你的脸，然后可以秀你的技术，特别是你身高还有你的颜值，应该会更帅，更帅。要给我整害羞了都。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你，从之前的这个状态恢复到现在，你有没有什么食谱啊，或者是什么减肥的配方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吗？我当时减肥，我也不会什么减肥的秘籍，我就是运动，除了运动就是少吃、控制嘴、迈开腿。谢谢。来，我们看看他过去的照片。哪个是你？我的天哪！当时是比较胖的，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个是我。比较胖的，这里面没有胖，左一吗？右一吧。右一。你自己说哪个是你？我是穿红鞋背红书包的那个，右边第一个。这过于凡尔赛了啊！这怎么胖了？这个？对呀。不是，这个当时是真的是很胖，有可能投到大屏幕上看的不是很真。这帮高中生都感觉好像工作5年了的感觉。这倒是，就是有些已经人世沧桑的这种感觉。你那时候多大？15。这是你15岁的照片？15岁是上几年级啊？15岁我刚上高一。高一，我觉得你照片呈现出来的是高一的班主任。这么老成吗？给我也不信呢。14号。男嘉宾你好，我在15岁的时候也有150斤，然后长大越长就是1年比1年瘦嘛，然后努力的减肥，努力的。哇，这是高中时候。对，高一。这也是高一。这也是高一。哦，那个也是高一。刚才那个像这一位的叔叔。至少是他的班主任。这个呢？这是我8号。哦。这是我大一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哈佛的模拟联合国的会议。这个呢？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还留着刘海。童子石是个什么？在那个玄武湖。玄武湖里边有这种？对，真有。下次飞哥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在这个石头照相不太合适。大家都变化好大呀。都没有你大。说说你的工作吧。
是这样，我的工作是负责处理业主们还有物业之间的一些小矛盾，包括去协调一些物业上的工作。你跟那些业主直接接触吗？对，是这样的。6号，男嘉宾你好，能不能分享一些就是业主麻烦你的趣事？一般我们的小区就是老年人比较偏多，只会关心啊，我家水管修的好不好？那些阿姨们没有把他们家闺女介绍给你吗？目前没有，没有的，没有的。你们有没有跟物业关系特别好的人？16号，就是我跟物业关系不太好。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妈其实是一个有点难缠的一个人。之前我们家住2楼，然后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乒乓球台，她就一直嫌有人在底下打乒乓球很吵，她就一直想找那个物业把那个乒乓球台给撤掉。我不知道，就是对于男嘉宾来说，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啊？这个我们会协商来处理，有可能会定一个时间段，这段时间咱们为了考虑2层这个业主，咱们尽量可能避开这段时间，咱们打乒乓球。好，看下一条。你相信一见钟情吗？这是一段我在旅行中遇见的爱情。高马尾，白 T 恤，学院风清爽的背影，只一眼就是心动的感觉。美女，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我的搞笑搭讪并没有引起他的反感，我也成功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往中，他会用夹子音跟我撒娇。亲爱的，我是你的什么？我也会用气泡音给他回应。你是我的山楂树下。我们都知道这段感情开始即异地，但我们都有所准备。毕业后，我就打算去往他的城市。起初，我觉得我们可以熬过时间和距离，每天抱着手机哭，抱着手机笑，我很珍惜每一刻对着手机的时光。但只过了1个月，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夹子音消失了，还越来越不信任我。你在哪儿？你是不是一个人？你旁边是不是有别的女生？每次我都会跟他拍视频汇报，哄他开心。临近毕业，他想让我去北京找他玩，但那时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无法答应他。当时我进退两难，觉得他有点无理取闹。在那次不愉快之后，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多，还没等毕业，他就提出了分手。我喜欢个子高一点的人，这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同框。希望你爱运动，别总宅在家。我可以带你去滑雪，你也可以看我来打篮球。有趣的生活，我想跟你一起探险。我学会了一个词儿，夹子音。台上的女生会用这种声音的女生举手，我看看。来，14号。我买了个小风筝，什么？这什么？这是当时特别火的一个梗，跟我理解的好像不太一样啊。认识女孩之后，加微信的方式就是刚才片子里边呈现的那样吗？是的，因为当时没有想过之后会在一起，也是抱着一种比较开心交朋友的状态。我说加，后来才聊得越来越好，感觉不错，我挺喜欢，可以试一下，异地也没有什么关系的。14号。男嘉宾，请问你一下，就是跟在座的女嘉宾牵手，如果成功了的话，都是异地恋，你还想再开展这样新的一段异地恋吗？我还是愿意的，因为上一段感情不是很成功，我只希望下一段感情不管有多远，我都会好好对待。哦，对了，你生活在太原，台上有一个12号，对啊，有一位。别到时候一问是一个小区，还见过楼下物业。有没有问题要问一下老乡啊？
没有。最后一个问题，6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才短片里面说的第一段恋情就是一见钟情，所以你是不是还是主要比较相信第一眼的印象的？关于一见钟情，我是挺相信的。我感觉如果第一眼看过去都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的话，之后也不会很好。好吧，我知道了。现在留灯的是9号、23、24，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有请23、24。看一看男生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2号。来看一下直推是李泽鑫的直推女生是18号平均。男生能言善辩，出显锋芒，乐于交友，享受生活，重情重义，感性温暖，既能享受两人亲密关系，又需要独处空间。女生随和大方，注重底线和原则，也在意他人想法，做事行动力强，认真负责又爱尝试。两人初见很有心动的感觉，相处起来性格也比较适合，是既能享受二人世界，又可以跟随男生决定的需要型爱侣。来看4个女生基本资料：罗胜颖，鸵鸟心态，年龄问题，希望你3，希望你情绪比较稳定，不要偏激，一定要有责任心。刘云杰，我的爱情观最幸福的是我的爱好3，滑雪。美人鱼，卡丁车，平均。换位思考，本科学习心理学，善于换位思考，恋爱中自己是付出型人格。宋梦娇，要开心，要运动，要生活，喜欢记录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会记录很多温暖的时刻。人生就这么一次，希望老了以后可以看见自己记录的美好事物。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话，你们会做什么准备工作？你好，男嘉宾。就是如果实话实说的话，我通常是带个人去就可以了。就是我是没有动太多脑子的人，但是如果和自己喜欢的人出去的话，我是愿意去动脑子的，愿意去规划很多事情，就是想去了解你的喜好和你想去的地方，然后我去做规划。刘云杰，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平时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美食的人，就如果去一个新的地方的话，我会先搜一下那里有些什么好吃的，然后先吃个遍再说。平均。男嘉宾你好，我一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都是自己会做很多的攻略，会做得非常的细心。但是如果一般同行的人里面，就是他比较喜欢做这些，或者他做的比我好的话，我就会懒一点，就是什么都不管。宋梦娇，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先去查攻略，然后准备好拍照的服装，然后带上相机，然后查一下机票，然后一般不怎么看美食，但是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风景之类的。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择中间2个女生，可能就会听到1000个伤心的理由。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择中间2个女生，可能就会听到1000个伤心的理由。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直接过去。当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也勾住了心里的。我觉得就是他一走出来的时候，首先这个外形儿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然后一张嘴发现反差萌，就感觉是有共同爱好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最后一个环节，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才是我的心动女生。我之前看到你那个视频上面有一段翻花手的那个视频，你会吗？我当然会了，但是不知道翻的好不好。来展示。来了啊，要给我配个音乐啊。太对了，8岁，8岁。两个人很主动的拉手，哎，好像1秒钟就进入状态了，2个人。女孩很喜欢他。最后的那个回答能够听得出来倾向性。我平常是只带人去就行了，都是别人做好了，但是跟我喜欢的人去，巴拉巴拉如何如何，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而且男生也感受到了4位女生对他的好感明显有不同，他选择了一个最浓烈的。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飞哥好，2位老师好，场上的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李南旭，今年24岁，来自江苏南京。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能带我一起品尝不同种类的奶茶。流畅。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一般奶茶都是女生啊喜欢喝，然后你是很喜欢喝奶茶，那你就是平时也是很喜欢吃甜食的一个人吗？对的。那你吃甜食到什么样的一个频率、一个地步？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我有时候会买一个8英寸的蛋糕，然后自己一个人可劲吃。我也可以。你也是？对。特别好。他们要买16英寸的才够了。15号。男嘉宾你好，想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口味的奶茶呢？你喜欢就是每一杯奶茶都会加奶盖在上面吗？对，我喜欢奶盖。我也好喜欢。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把我当做家务的工具人。22号。大家好，我叫张维佳，我来自洛阳，现在在上海工作。那么其实呢，洛阳是13朝古都，所以我选了一个洛阳的唐装鹤字裙。我是想请问男嘉宾是不喜欢做家务还是不擅长做家务？其实我是可以做家务，我的意思是在我做家务的时候，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在旁边打游戏或者是怎么样，
我也不需要你做很多的家务，就是想让你陪着我。明白，其实我是独生女，从小做的家务也比较少。我从几年前就开始构思，如果将来跟一个人结婚的话，那我希望的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去攒足钱，然后雇一个保姆，解放我们的双手。谢谢。这样也挺好。这个我跟22号分享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个话呢，我也听很多年轻人都会提到。我们工作，我们如果收入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家政服务把全部解决。但是我觉得在家庭生活当中，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掌握1到2样家务劳动的这种技能，它会增加家庭生活的氛围感。你觉得呢？是的，我非常认同。那么其实我也觉得，那生活呢，其实点滴就是鸡毛蒜皮。我非常愿意融入鸡毛蒜皮，而且我其实非常喜欢做饭。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品尝一下。2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来自南京的，跟你是老乡。你好。关于这个不把你当成工具人，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分工，我做饭，然后你洗碗，这样可以吗？可以。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是关于第一个的，就是带你去品尝奶茶。像我平时的话，其实不太喝奶茶，但是我愿意带你一起去，我看着，然后这样行吗？也行。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当你自己在做家务的时候，对方什么样的状态你是可以接受，或者什么样的状态是坚决不能接受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你在做家务的时候，他关上门，他在看电视或者在打电话聊天，这种情况你能接受吗？其实我就不接受的就是这一点，也不是很需要他做很多家务，就是他不要把我晾在一边就可以。就是你喜欢有种陪伴感。对。就是你做家务，他鼓掌也可以。也可以。那你做家务，他抢着做你做的那个，还做的比你好，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那要打架。赢过你了怎么办？那我就努力做的比他更好。哦，厉害厉害。他绝对不放弃做家务。对，他是真爱。看第一条片子。做一个穿搭博主有哪些秘诀？态度、天赋、节奏感。1周7天，用心情来搭配。开心就撞色，平静就极简，伤感就慵懒。用心情彰显我的穿搭态度。身高188，体重65公斤，瘦是我穿搭的底气。多吃不胖的天赋，允许我2天喝1杯奶茶也毫无心理压力。穿搭博主不只要会穿，还要会拍。节奏感就是我摆 pose 的秘密武器。只要音乐不停，再浮夸的动作也不会尴尬。但如果没有音乐，就会尬到爆炸。相对自由的工作让我有了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动静结合中，我会找到生活的 balance。Up down wave pose。用身体表达对生活的态度。我最安静的时候应该是逛街吧。我觉得一个人逛街和陪女孩子逛街是截然不同的。我一个人逛街从来不带任何的目的，逛逛老街，拍拍照片，喝碗馄饨，看看这个城市的四季。你愿意跟我一起品尝这个城市的烟火吗？好像片子里边呈现很会跳舞。还行。要不然现场去来一个？也好，可以的，来。
When you were starting into when you triggered me and then you could trip someone said something with me. Just wait, I'll see. 别太快决定要自然的呼吸，请别太快决定这是场游戏。Don't play this game, just come over my way。不要太唐突，但你不要太可。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穿搭博主的呢？大3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兴趣爱好，现在的话对我来说是个职业吧。7号。男嘉宾你好，那你可不可以看一下我这一身穿搭有没有可以改造的地方？因为你下面穿的是靴子，对吧？对。你可以穿个那种类似于垂感的那种工装裤，会稍微更酷一点。好吧，回去我试一下。然后我看了你的 VCR， 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瘦是你穿搭的一个底气，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你的女朋友，就是你希望她是瘦的还是胖的？我喜欢微胖，微胖。那微胖的话，那她还能跟你一样，就是做到穿衣自信吗？和底气吗？微胖是可以通过穿搭来给她显瘦。23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我是身高168，然后体重是100斤，符合你的微胖的条件吗？其实这个身材是正好，就是中等。22号。男嘉宾你好，然后我也很喜欢逛街。刚才看您的 VCR， 你是一个人逛一些角角落落，非常有意思。我曾经是在日本徒步了15天，也是整整都是一个人，很喜欢一个人探寻一个城市的角落，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我，谢谢。那你都喜欢一个人了，那你要我干嘛？没有，因为不能总是一个人。你也有一个人的时候，我有一个人的时候，那其实下次就可以2个人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乐趣。好的，谢谢。你对音乐就是喜欢到什么程度？我在家里基本上音乐会一天开到晚，拍照的时候一定要需要音乐，然后会有一些拍照的灵感。对我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困扰，像你们就拍照要摆各种耍帅很酷的动作，我就是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如何能让我一直笑？摄影师一直让我再笑一点，再笑一点，再笑一点，这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就对他说：“这样，不笑免费，笑加钱。”流畅。男嘉宾你好，然后我觉得像穿搭博主的话，应该会很喜欢就是摆 pose， 能不能教我们几个万能的通用款？动作的话，男生女生可能不太一样吧。我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都会有几个通用的姿势。来，做给我们看看。站着的我一般就是整个人会比较放松，脚成一个简单的丁字，整个人不能往两边斜，手会放松一点。这是梦老这个姿势了，现在。我365天都这个姿势。来，我们看下一条。如果没那么心动，你会开始一段感情吗？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三观契合，相处融洽。面对他的表白，我虽然没有那么心动，但还是试着跟他一起培养感情，想着也许在后面的日子里我会爱上他。2年的校园恋情，我们朝夕相处，我会做好一个男朋友应该做的，我也跟家人说自己谈了一个很好的女朋友，但在感情上却始终主动不起来。
对他好也只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合适却不心动的感情，最终还是走到了分手。所以在后面的一段感情中，因为心动，我选择跟他开始。即使后来发现他太安逸，月光族，每天凌晨才睡，下午才起，我还是想跟他坚持下去。我希望他是我生活中的战友，可以一起奋斗。但谈及未来，他总是逃避。只有心动但不够契合的感情，最后无法长久。恋爱中，我拒绝冷战。两个人有了矛盾，只要能解决问题，哪怕不是我的错，我也可以主动道歉。对于未来的你，我希望你看我的时候，眼神里有光，就像《大话西游》里紫霞仙子望向至尊宝。我期待从你的眼神里看到爱意。你能从女人的眼神里看到些什么呢？看到光。你上去挑几个目前还留着灯的，你跟他们眼神看一下。来，从2号开始，你去。他说从2号开始，小爱同学震惊了一下。哎，为什么不是1号？那就从1号开始。他笑了。啊，这个我们看得出来。你就把上半区留灯的都看一遍就好了。好了，给了。这边还没看呢。时间关系，我看得出来23号是有点喜欢你的，不用看都能知道啊。刚才上半区留灯的女孩，你都看了一下，都有个眼神的交流，跟我们分享一下，都看到了些什么？笑场的我就不说了。2号算不算？他后来笑场了。5号呢？他憋着。6号也是。那这个有谁看不出来吗？眼神里有哪些潜台词？对啊，心理的表现。 2号和12号，就是跟他们对视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心动，小心动。你还是他们？我感觉他们对我。来，我来问一下，有没有一点点对他心动？12号用面灯回答了你的。2号有没有？我当时就是想好好仔细看一看他，研究一下他，因为我发现他本人比那个 V32里面要帅很多。谢谢谢谢。那就是你基本肯定了他的说法。算是吧。啊，好。1号。其实你站在这里看着我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心动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很少面对这种男生就是一直看着我的这种场景，所以我就是笑场了。恕我直言，他说的是对的。他每一场对任何男嘉宾都心动。没有这么夸张吧？不至于吧？迄今为止心动过10次，有没有？没有。有吧？没有。没有全部90%吧？是吧？喜欢你的人在那边，23号。你希望一段战友式的恋情吗？我喜欢。战友。对，我喜欢那种一起成长，然后共同经历。等会儿，你稍微解释一下，战友式的恋人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我的理解和他是一样的。
就两个人一起努力，一起进步。我感觉战友里面他有共同挑战、共同奋斗，这是比较明显。但里面潜台词还有一种心理的暗示是极度信任。你说的就是有的那个部分，但我发现那个男嘉宾对战的那个部分，他还想了蛮多的。比方说，他做家务的时候就不希望对方在玩。包括他前面有一段感情，说那个女生很安逸，他就天天睡懒觉什么的，他也不喜欢。所以这个男嘉宾是蛮上进、蛮努力的那种人，他希望有人跟他并肩齐驱。24号。男嘉宾你好，第一段感情当中，然后因为女朋友对你很好，所以你跟她在一起了。你在感情中是属于被动型还是主动型？就是你会明确的对你喜欢的女生表达爱意，还是细水长流，慢慢的去了解？如果我对你有喜欢，我是会主动的把我自己的喜欢都会表达出来。啊，就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对的。最后，方娟有问题吗？我留灯。好，来看智推女生是哪一位？我们看一下李南旭的智推女生是4号于薇。男生精致有品味，努力上进，做事靠谱有原则，行动力比较强，自信有魅力。女生浪漫知性，聪明好学，有很高的审美品味，个性外向、开朗乐观，幽默风趣，善交际，人缘好。女生活泼爱思考，男生有自己的想法，两人在一起可以共同探讨人生，感情生活会非常和谐美好。按规则，只有一盏灯留着的时候是不看心动女生的。但是给你破个例，看看心动女生是哪一位？他选的心动也是4号，智推也是4号。来，最后一个问题，问4号和23号。在休假的时候，你愿意带我去哪个城市旅游？4号。休假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多选择待在家里，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画画啊什么的。就因为休息，就不会太想要往外跑。23号。海滨。要不要随便说1、2个？西沙群岛。我的天哪！天哪！那是海中心的，好难啊！因为就是国内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海边我都去过了，然后西沙群岛我还没去过，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跟他一起去西沙群岛。你的这个行程单我相当钦佩啊！来，你如果选择4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也可以牵手23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你如果选择4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也可以牵手23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是上去直接对。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找到你相对的手手，也兴奋你，当你慢慢靠近。他自己走了吗？啊！再见。我没有选择女嘉宾，是因为我自己在休假的时候，我可能就选择去大理丽江，可能处理
这个时间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最后就没有选择。平时我是一个很阳光、很活泼的一个男生，只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会有点拘谨。我比较喜欢温柔、可爱一点的女生。他最后跟我说的话造成了我的误解，直接上去就直接上去牵他是直接走啊，我理解错了。我觉得是4号给他的那个表情好像很有挫败感。对，不是那种我乐意或者我可能会是一个选择的啊。你是真的这么想呢，还是委婉的拒绝的方式？我感觉他不像是我会喜欢的类型。所以，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说，如果是一个你非常喜欢的男生问那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我觉得我可能会说，那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大家去哪儿？啊，其实是个态度。你愿意去哪个城市玩？我喜欢在家。23号会有点难过吗？会。那不是有点儿吧？那我觉得我很赞赏你的这种表达，喜欢就让他知道。是的，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不是丢脸的事，就可以表达出来。哇，好棒哦！我很同意。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